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重庆的大山里面。现在所处的位置啊，是一条峡谷当中，两边呢可以看到很多破败的房屋。现在看起来是挺破败的，那其实在以前呢，这个地方非常热闹，非常繁华，在几十年前都是如此。这个地方叫做宁长古镇，它是产盐的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还能看到盐泉呐，就是那种卤水一样，从大山里面源源不断的流出来。盐的话，现在大家每天都有接触。其实呢，在封建社会，在以前呢，盐可不简单呐。我们现在买一袋盐比较便宜，而在以前封建社会，盐的话有时候堪比黄金。也就是说，你有黄金的话还买不到，特别是战乱时期，因为在封建社会那个时候啊，盐生产技术、提炼技术没有那么先进。在中国大地上面，只要一个地方能够产盐，以前呢一直都会比较兴盛，这个地方也是如此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这个地方巅峰期大概有差不多10万人在此生活，就算没有，那么4、5万、5、6万是一定有的。整个这个峡谷长度大概是3.5公里，一直呢排列过去都是有人居住的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里呢还有一条通道，这个是这个古镇呢一条主街道，它是有好几条街道的。这个宁长古镇是在重庆的巫溪县，也是在大山里面，是中国早期制盐地之一，大概有4000多年的制盐史。在巫咸国的时候就已经算是比较繁荣了，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，成为中国10大盐都之一。这个地方呢，被称之为世界的上古盐都和世界手工作坊的鼻祖。在历史上，很多文人墨客都来过这个地方。你像唐代的杜甫、宋朝的苏轼等等，作为盐都之一，当时他生产的盐供应了全国很多地方，特别是在上个世纪，这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在以前，只要是产盐的地方，一定是比较繁华，人口比较多。可以这样说，这个地方辉煌了几千年。现在基本上看到的是残垣断壁，好的房屋不多。当然，这里生活的人还是有的，估计呢不是太多，100、200人吧。这是网上看到的。这个地方跟我之前在宁夏看到的一个石潭井类似，那个地方呢属于因煤而产生的一个资源性城市。后来由于煤炭资源的枯竭，那个城市就慢慢衰落，大部分人都搬移走了。那这个地方它尽管不是煤，是盐，那情况呢跟那个地方其实有点相似啊。不管是煤还是其他的能源型，基本上都会是类似，大同小异。这里的房屋呢跟石潭井有所区别，那一块的房屋基本上是上个世纪60、70年代或者70、80年代建立的，而这一块的房屋呢却是有可能100来年历史的都有。你像这个房屋尽管全部倒塌了，但是可以看到它很多是木头结构的，外面是靠那个砖块或者石头，而里面呢就用木头。这种房屋呢冬暖夏凉。还有一种叫法呢是金包银，就是说你在外表看起来是用砖或者白灰弄好的，但是里面是木头，是这种的。我们以前也介绍过。你看这里的房屋基本上是石头，很少有砖块，就证明当时他们都是就地取材。这种房屋的历史呢都是比较久远一点，因为如果有砖的话，就相对来说这个房屋历史就没那么长。当然这个肯定也是后面修缮的，因为有水泥。但是我猜想啊，在以前他们建房屋，要不是这种木头，要不就是这种石块。现在已经来到古镇中间一点，这一块的房屋比较集中啊，也都是在山坡上面。看到那些房屋有100年历史的，也有50、60年历史的，还有可能30、40年历史的。所以说这个地方以前是一直有人生活的。我现在来到了一个桥上，在这边看的话就比较明显了。你像这边全是房屋，那这里有一条道路，估计以前呢也是有房屋的。我们现在看到这里的房屋都很破败，那其实在以前都是有人居住的。由于当时这里是10大盐都之一，
包括上个世纪，这里都是产盐重要的地方。那这里可以说是人声鼎沸，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。每天有很多人在这里生产盐、加工盐，盐弄好之后，每天呢有商人把它运送出去。这里相当于就是一个繁华的城市。当然，由于生产力的关系，在这里生产盐基本上是手工式作坊。这边还有一些生产盐的遗址，等一下我们能看到。后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这种落后的生产盐的方式，慢慢的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。那自然而然，这里呢产盐就慢慢的变少了，繁华了上千年的古镇就慢慢的衰落，人口就越来越少了，变成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个模样。那这里就跟我们在其他很多地方看到的一个工业小镇、工业城镇类似。在这条河流上面有好几座这样的桥，可以看到这些房屋都是比较传统的，它是后期经过修缮，但是建起来起码的话，我估计60、70年的历史肯定是有的，因为上个世纪80、90年代就不会建这样的房屋了，那肯定是更早时期建的。刚走下来就看到菜园子了，以前应该是有房屋的，只是后面没有了，就改成菜园子了。因为这一块现在住的人比较少。啊，这里有人居住，可能都是一些原地居民。这一块有很多这样的房屋啊，走到这些地方才感觉是来到真正的古街，不像现在我们去很多古街古镇，那都是进行翻修的。这个算是比较传统的了。尽管现在都是危房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很有年代感。这个地方也是免费的，所以假期前来参观的人还是挺多的。往这个上面走一走，我大概在外面看了一下，新的建筑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一块。这种建筑风格有点不一样啊，有点那种欧式风格。哦，上面挺宽敞的。上面那些是住宅区，应该是当时条件比较好的人住在这个上面吧。这一块以前应该也是有好几栋房屋了，现在全倒塌了。还看到整个这个后面的山上全是用砖、石头砌成，就防止滑坡嘛。这栋建筑比较新一点，它是供销社，上个世纪70年代建立的。那等于是这条街道啊，是当时宁厂古镇的主街道，现在是叫做中心街。这里还有个邮政，好多都是危房啊。因为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城镇嘛，生活了数万人，所以各种的那个部门，我们在城市里面见到了，这里都有。邮政局，以前人们汇款也是在这里的。完全倒塌了，这看起来真的是挺危险的。可以说是残垣断壁。这种用木头搭建起来的房屋就是这样，长期没有人居住，很容易倒塌呀，可以说是破败不堪。这栋房屋倒塌的非常严重啊，那些衣柜、被子都没拿走，挺可惜的。挖红薯，红薯很多人喜欢吃，怎么样从地里面挖出来？估计很多人没有见过。它现在是在土里面挖，那其实挖之前还要把地面上这些藤要弄掉。我们说的红薯梗、红薯叶。叔，现在这里还有多少人在这生活啊？还有100-200人。这是红薯梗，像这些东西啊，我挺喜欢吃的，可以炒菜呀。
特别美味。它有2种，一种是可以把外面皮撕掉，另外一种是直接炒，都可以。这红薯叶。刚刚那个挖红薯的大叔说，这里现在生活大概是100来号人。我一开始还以为有200呢，那没有啊。哇，这个地方真的是跟我们在大山里面看到那些古村落一样，就是云南那些村落一样，真的一层一层上去。这个村子现在不知道是哪里在搞建设。刚刚我们看到他们用那种骡子拉东西，这些应该就是散落下来的。这是我刚才来到这里碰到的，估计是哪一家在建民宿或者是建造其他的。这个跟我们在云南看到的很多村落一样，很多房屋呢是在半山腰，以及这个里面的不通交通工具，只能靠马或者骡子来运输。现在好多都变成菜园子了。走到这个上面，感觉有点像是来到了石头村一样。下去看一看，现在这个河流是没有什么。那在以前呢，这条河流不简单的，每天都是有很多船在这里行驶来行驶去的，有拉东西进来的，也有拉东西出去的，主要是来这里运盐出去。现在这条河流看起来是比较清晰啊，如果大家有些人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尝一下，可能都有点咸味，因为上面的盐泉呢，仍然会流到这个河流里面去。等一下我们就能看到，现在水位比较低啊，以前是可以过船的。这个盐泉离这里大概就还有几百米的距离吧，包括炼盐的地方也在前面这一点。我们现在主要看的是两边的这个住宅区。为什么这里会有船呢？主要是在以前呢，这个地方陆路的话交通没那么方便，大家看看全是崇山峻岭，它只能通过这条河流，然后到长江运送到全国各地。毕竟它这里产盐的话，最多的时候在明清是中国10大盐都之一，产盐呢占到四川的1/4，是非常繁忙的一个地方。继续往前走，它这个沿着河边应该是有好几条道路的，好多人来打卡拍照，确实比较适合。有人还在河里面捡东西。这里以前也有道路上去，这感觉就是在悬崖绝壁上行走一样，没有栏杆的。应该上面也是有一户人家，现在过不去了，草太多了。像这些房屋，你单单看外表，真的看不出来它里面全是木头的。这就是金包银呐，以前比较多的房屋都是采用这种形式的。2层的现在已经腐化了，一路都是危房以及倒塌了，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残垣断壁啊。碎砖基本没有看到，因为这里基本就很少有砖。房屋呢，很多也都是用石头弄的。现在还是行走在这条小道上面，那这样算起来，其实这个古镇里面一直是不通公路的，摩托车、自行车什么车都不能通行，因为有坡度、有台阶嘛。刚才那一块是中心，然后前面呢又是一块中心，因为它整体建造的房屋肯定是要找平地嘛，平地比较多的地方稍微整理一下，那居住的人就稍微多一点。所以它也算是分片区的。你像这里以前都是有道路，都可以走上去的，有房屋。说真的，在这些地方建造房屋也是挺困难的。这边有一个大的洞穴，应该就是储存那个卤水的，就是盐水的。就这一块，2个啊。那么当时在这附近呢，应该也是有炼盐的，只是说后面搬到对面去了。这个卤水是从对面接过来的，
应该当时是有管道吧，因为这一块以前是没有大的马路，它可以通过管道连接过来。卤水就出盐的还在那个地方，盐泉是在前面一点。这些房屋就比较传统了，保护的比较好，应该是有所修缮。不过应该也是经过粉刷重新弄了一下。这边现在是叫盐泉社区，这顶部好像还有人居住。其他地方没啥看了，就这还有点人。对，哇，你看这些全是当时他们弄起来的，全部用那个石块堆积了。还有一位大叔居住在这里，这房屋是69年建造的，应该是这位大叔的长辈建造的，后面他一直居住在这里。这位叔在这个地方居住了30年，这种房子也是比较传统了，石块、黄泥土、木头这些结合起来的一座房子。这栋房屋也挺大的。南方的房屋就是木头多，北方呢砖块多。这里以前全部都是有房屋，层层叠高上去的，现在都没有了。我现在来到对面了，这个大坑就是放置卤水的，这边呢就是炼盐的地方。这一块应该是当时比较重要的炼盐的地方。你像这个卤水池非常大了，卤水通过上游储存到这里，然后进入到旁边的厂房进行炼盐。这一块规模还挺大的，估计当时在这里工作的人员挺多。这座厂房是现在这边保存最大的，我猜想在以前像这么大的厂房应该还有。大家看到下面有些洞，猜一猜是干嘛的？这些洞里面都是放煤渣的，因为当时炼盐的话必须要靠火，那没有那么多木材，只能烧煤，煤烧完之后就有煤渣，就跟现在农村很多柴火灶一样，你把木材放进去烧，最终呢也是有一些灰的。有这些洞口就方便把那些煤渣运送出去。在这里转了一段时间，我发现呢，刚才我们走的那一边，也就是对面，基本上是住宅区，而靠近马路这一边呢，基本上是当时的厂房区、生产区，估计是这样分布的。再抬头看一下远处的那个大山，真的是非常高啊！盐泉就在这个地方，宁厂盐业遗址，里面这些的全是卤水啊，从里面出来的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哇，这个盐泉好大呀，有个龙头在这里，这就是卤水啊，可能很多人没见过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里是叫做龙君庙盐池遗址，历史非常悠久啊。传说在2000多年前，一个猎人他追一只白鹿，来到这里呢，发现有盐泉，于是呢就建了这座龙君庙。也就是说，在汉代的时候，这座庙就已经存在了。后面在明朝经过重修。上来看看，它是从山洞里面出来的，地下暗河一样。可以看到这个盐卤水很大的，这样看起来这个就是普通的山泉水是吧？其实你如果尝一下就知道了，非常咸的。很咸吧？我也来尝一下。好咸。这个盐泉流淌了几千年不断流，我猜想啊，它里面应该是一直在产生盐泉，然后流出来，或者是说在这个里面呢有巨大的溶洞，或者有点像我们说的有巨大的一个水库一样，从这个盐泉出来了。由于现在产盐的技术非常先进了，这种盐泉作用就不是很大了，变成大家一个观赏的地方。这些盐泉呢都流到河流当中了。这个古镇以前就是一个城市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一部分，
它是绵延整个这个峡谷的，所以说巅峰时期在这里生活了10万人，我觉得可信度还是有一点的。就算没有10万人，也是有几万人在这里居住的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房屋比较松散，隔得比较开。我在之前看到一张照片，就以前的老照片，这边的房屋是密密麻麻的，紧挨着。这样的城镇没落的原因，我们刚才也说了，是由于时代的发展、生产力的提高，变成这个样子。尽管说现在居住的人很少，不过呢，大家来参观一下，来了解一下这个盐场的历史，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古镇就差不多逛完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